Hello， 各位 Dreamers， 这里是逐梦创业家，我是 Mickey， 又见面啦。一个成功的品牌名称是非常重要的，商标也完全不例外。在前几集，我们有教大家如何快速、精准的帮公司命名，那就会有很多人来咨询我，公司名称想好了，也定案了，但是 logo 却不知道怎么设计。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你的心声我们有听到，接下来让我们带来关于商标设计的重要秘诀吧。Let's go！全新商标的设计，一个重要的点在于厘清目标 TA Target Audience 这个部分。为什么呢？你必须要确认说，你设计的这个 logo 或商标的设计，它的运用，它的族群是相对契合的。怎么说呢？如果你要运用一个在很高阶品牌的部分来讲的话，你不可能去拿一个在夜市会发现的 logo 的样貌，把它应用在这种高阶的应用上吧。这样子的 TA 就会没有办法契合，就没有办法互相的应。厘清商标的应用性要用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你要确认对方是要用在网路呢，还是实体的印刷，或者是放大到变成招牌的样貌。为什么要理解这些？在设计 logo 商标之前呢，你如果不知道它应用性，你就不知道这个 logo 商标的密度，它到底要缩到多小，或放到多大。那它的密度跟应用不同，那如果没有知道的话呢，可能设计公司或设计师就没办法好好的帮你做一个很好的应用思考跟设计。那至于旧的商标重新设计这个部分，其实它叫做 rebranding。除了你一样要留意目标受众跟应用性以外呢，还需要考虑到一些风险，它是否太过陈腐或太过前卫，不合时事呢？例如说，我相信你有发现，像麦当劳啊、星巴克，甚至像 LV 这样子，他们每隔几年、10年可能为一个单位，甚至更近的时间，他们就会改造他们的 logo。原因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潮流往前去波动跟脉动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确定你这个品牌的样貌跟 logo 是符合大家的期待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咖啡如果星巴克没有改造的话，就觉得说这星巴克是我爸爸妈妈喝的，我自己不会想喝，它太 old school 太老派了。但如果它是很新潮的话呢，它一直在更新的话呢，它会有办法保有旧的客户群，也会衔接新的客户群。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要重整品牌，但是你已经在市场上存留40年的话呢，你就会开始思考，你是否会失去旧有的客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突然瞬间翻新了旧的客群，会突然觉得说，这个好像跟我记忆中我感情投资的这个品牌印象完全不一样，我没办法接受，所以我也不会去消费。那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快速流失掉旧的客户群，但你要衔接新的客户群又可能没有那么快，所以要去判断你是否在改造这个过程中会失去旧的客户群。当然，如果你自己个人或者是你的公司内部没有设计这样的能力的话，你就需要外包设计。你需要理清你到底需要哪一种规格的设计，所需要的档案，所需要的类型，以及要应用到哪里。因为当你如果理清楚你的清单跟应用性的话呢，你就能够清楚的跟外包设计公司沟通，去确保是说你要的这些档案跟他要给你的规格是符合的，而不会到时候你完成了这件事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结果发现在事后几个月之后，这里哪里有问题，想要再找对方去做更改的话，做一些档案转换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卡的。所以非常重要是你先理清你所需要的规格跟档案以及类型。当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到底要如何抓预算呢？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抓预算，那没有问题，建议的方式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怎么讲？当你已经有这个清单的时候，你可以摆给 A、B、C 3家不同公司，那当然可能有个体户、小型工作室，甚至是一个比较具规模的公司。那当然他们回来的报价，你就可以判断是说，我现在这样子的需求，他们3个单位分别的报价跟内部的项目给予的会是什么，是不是跟自己的期待值有契合？那这样你就比较知道是说你的预算到底要做怎么样的评估跟调整。那考虑到如果你外包的对象要确认他的作品集里面有没有做过相同类型或类别的设计。怎么说呢？如果我现在要做一个食品品牌，但是我发出去的外包设计公司，它的作品集的类别里面全部都是科技业的，那你就必须要怀疑是说双方是不是契合，以及他有没有能力很好的解读你的市场跟
跟应用性，去好好给你所需要打赞的这个 logo 跟商标，所以非常重要，需要去确认这一点。商标性这个问题，是否商标有跟其他人重复或复制到，或者是被 copy 到，相关的法律知识到底怎么样？是否这件事情有没有真正的合法？你一定会有问号吧？其实从2013开始啊，就有商标的登记啊，除了 logo 以外，还有其他的方式，例如说登记声音啊、颜色、立体形状等等，去能够辨识你品牌的这种核心元素。当然，如果有一些外包的厂商，他有涉嫌抄袭的话呢，他一定要负责，对不对？法律的责任啊，以及确认说他要负责你的权益受损这个状态。那抄袭 logo 绝对会有触犯到你的著作权这件事情。例如，如果你有一个网站，结果你发现同类别的相同的网站上呢有雷同的 logo 或者是图案等等，你就可以提出违反著作权去告诉对方，然后侵权。所以有实际上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台北的地院呢有判对方这个侵权者呢进去监狱55天，听起来很棒，对不对？所以呢 logo 当然有著作权这个部分，那你要好好去想说如何去把它定义清楚。所以换个脑筋，著作权其实包含文学、科学、艺术啊，任何其他的学术范围的创作，你要表现的这种创意的方式，像是内心的思想、情感、言语、文字、符号、绘画、声音、影像、肢体动作等等。所以你要依照这样的状况呢，去确保除了 logo 以外，其他的设计元素这个组合性如何把它确定它会形成一种你的著作权的状态，然后呢，如何让它受到保护。抄袭 logo 的法律责任，有趣的议题哦。抄袭他人的 logo 绝对会侵害到著作权，但某个状态来讲，这个侵权呢有2种责任要负责，当然也有相对的刑事责任。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复制他人的智慧财产或商标来讲的话，你会处有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你被罚75万块的罚金，这个罚是非常重的。但是如果你是意图销售、出租或者是重置他人复制的 logo 啊、产品之类，或去侵害他的著作权的话呢，不好意思，是从6个月以上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非常重，要思考一下。那民事责任啊，基于著作权非常值得保护，所以我们要确定说，这个著作权一旦遭到侵害的时候呢，对方要担上刑事责任以外呢，民事的部分你也可以透过侵权行为的规范，然后来要求他的赔偿。那到底要赔偿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去赔偿你著作权，把它当做一个民事案件来去设定。但最可怕的地方是，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办法或不知道如何去计算或者是举证你的著作权侵害的整体的损耗以及价格。那因为品牌它反而是一种无形的损耗，那当然如果是有形的，我们很容易去计算；如果是无形的话，到底如何去计算以及去举证呢？这大概就是会是比较有议题跟争议性的地方。好，举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有个 logo， 我在我这边放着，在你这边，假设你已经 copy 我的部分，然后你做成商标，然后做成网站，做成很多产品，然后卖得下叫，因为我们雷同嘛，所以你一定伤害到我的著作权。但有趣的是，我如何得知你到底印了多少的产品出去卖？1万份、50万份，很难得知，对不对？那我就不知道说你造成我们品牌力损耗的范围有多大，我就很难去计算这个价格跟价值，对不对？所以我可能要像一个侦探一样去反推市场，去想办法把这个具体的状态抓到一个细节里面，能够举证它。这样子，如果我们2个在公堂法官大人这边面对面对谈的话，就要知道说我可以举证说你侵犯到这个，那每个部分来讲你赚了多少钱。反而因为这样子，我损失了我的市场性这些部分，因为你的侵权，甚至因为假设你卖的是我1/3的价格，你损害到我的市场现在的既有市场以及未来的市场。那这到底要怎么算？它是有公式的，它也是能够计算得出来。但是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计算有形跟无形，刚刚讲的都是有形的，无形的就是像未来的市场这件事情是如何去计算的。那当然这样子的议题是非常广，只要大家知道从一个 logo 一开始你要确定是说你到底要的 TA 是谁，给谁看，给谁消费，给谁运用。发包的时候呢，你要确定是你跟对方沟通清楚说你的档案规格跟应用的方式延伸性会是怎么样，让对方清楚知道，找到对的厂商
他有做过你这个类别的专案，你就可以确保是说货比三家不吃亏。我有 A、B、C 的报价，我觉得我现在的规格 B 的报价跟它的细节感觉比较合理，比较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去使用。那接下来你就要好好的去规划我如何保护花了这一笔钱所制造出来的品牌力，现在以及未来如何去保护它。OK， 希望这一集能够帮助到你们了解 logo 的来龙去脉的一个表皮上的状态。当然，如果希望我讲深一点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有哪些部分你希望我再讲深一点。麻烦帮我按个赞，帮我 subscribe 这个 channel， 也帮我 subscribe 我的 IG Dreams Boomer。OK，see you next time，bye，adios，ciao。